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最虎的老车。最近吧，有不少朋友让我聊聊新上的一部年代大剧《梦中的那片海》。真的，当时我一听是年代剧吧，马上就来了兴趣。再一看主演是肖战和李沁，那我就更得好好看看了。说实话，以往吧，我做节目无论是吐槽还是安利，看个10集左右也就差不多了。因为你看一部电视剧本来也没多少集，再加上我这人看剧就比较细，咱总不能说把一个剧全看完，做一个时长1个小时的节目吧，那也不现实。咱毕竟不是用团队在做节目，说白了，如果要那么弄的话，1个月爆肝才更1期，那我还做什么影视博主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有些剧都已经烂到5集大伙就可以拍板它是烂剧了。例如上次咱们说的花荣和后浪，这基本上除了本家粉丝不服以外，就没有人说是剧好的。当然咱这回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可能早期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我上回不是吐槽过肖战主演的王牌部队吗？真的，那时候就有一大堆肖战的粉丝说说什么我看几集就做视频根本就不客观，纯粹是为了黑而黑。你看，既然人家这么说了吧，咱们就得吸取教训。可以说这次我为了能从相对客观相对认真的角度来观摩这部剧，我一口气直接追到了17集。而且为了不影响大伙的观感，在槽点过于密集的情况下，本来是2期的节目，咱这回直接压缩成1期。我也不考虑流量的问题了，我想这回某家的粉丝应该心理平衡了吧。当然他们平不平衡对我而言也无伤大雅，我其实说白了就是想验证一下，在多看很多集的情况下，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剧情慢慢变好了，还是最后一样的烂。这样吧，我也能给那些喜欢看老车视频的朋友一个交代。不过在分析剧情之前呢，我还是想先说一下我看完这17集的观感。说实话，刚看这部剧的时候吧，我总感觉这剧情结构我怎么这么熟悉呢？真的，这又是大院子弟，又是父亲被害，又是冰场拍婆子，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撩妹搭讪，然后紧接着因为姑娘查价干仗，最后又是翻窗户找违禁书，又是入伍训练转业做买卖的。我说这剧情也太过似曾相识了吧。于是我寻思来寻思去，突然脑中出现了4个字儿。你看这里面的剧情也是同样是大院子弟，同样也是父亲被害，同样也是冰场查价打架，同样也是翻墙找书，最后入伍训练转业做买卖。当然我不敢说这俩剧一模一样啊，因为你要一模一样的话那就叫翻拍了。我只能说这里面的故事结构和情节都太像了。况且人家梦中的那片海不这也说了吗？我们这是原创剧本，咱们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呢，也不能说人家抄袭。没准这编剧与亮剑的作者都良都有一样的大院记忆，也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以我浅薄的理解，你看啊，人家王朔和都良同为大院子弟，好像写出来的剧本和小说真就不是一个故事结构。不知道大伙怎么看啊？不过这倒无所谓。至于演员方面呢，我也不怕那些爱豆粉不高兴，我可以用确定、肯定、一定来告诉大家，这里面的青年演员演的就没有一个是合格的。虽然咱不是大院子弟啊，但是我对于大院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无论从姜文翻拍王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叶京执导改编自王朔玩的就是心跳的电视剧，又或者是《血色浪漫》，应该说拿这些从导演到编剧都是大院子弟操刀的作品来对比这部剧，里面从主角到配角再到人设表现，无一不吊打梦中的那片海。真的，这剧里的主角和大部分配角有一个算一个，是既没有演出刘烨那种痞气，也没有演出连奕明那种又拧又狠的劲儿，更没有演出佟大为那种魂不吝。包括女性角色都是哪个表现出北京大妞那种飒劲儿了，更别提围在主角身边的这几个小弟了。可以说没有一个能诠释好老北京青年臭贫的那种气质的。最搞笑的是还学人家《血色浪漫》里也弄个戴眼镜的角色。真的，编剧你要说你没看过《血色浪漫》，打死我都不带信的。当然由于节目的时长问题，老车也没法掰开皮说洋来细说他们究竟哪里演的不像大院子弟和那时的北京青年。这样如果大伙没有时间看王朔和都良的小说，各位可以看一下马未都马老的官复都督，或者看一下窦文涛老师的圆桌派，那里面姜文姜导也有好几期在说他们那时候的大院文化，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班门弄斧当知识的搬运工了。大伙自己对比这些真正的大院子弟的描述，就知道肖战和李沁他们演的像不像了。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这里面的几个青年演员确实在认真演，大伙从肖战就能看出来，比王牌部队那时候可以说表情要丰富多了。但是呢，这也无法弥补他们演的就是不像的事实。这玩意儿认真归认真，演的不像也确实是不像，咱们一码归一码。如果某些粉丝认为这样的评价都接受不了，还觉得我是在黑你们爱豆，那你就觉得吧，我就是黑了。说白了，连批评都接受不了，那就没有改进，没有改进也就意味着没有进步。当然
然，这些制作和艺人方面的问题还只是这部剧问题的冰山一角。要说到这剧的剧情和人设上的事儿，那真的我都有点怀疑今天这20分钟视频能不能说完。这样，为了能让那些还没看过这剧的朋友更快的带入剧情，我先说一下故事的大致内容。其实主要就是说70年代的6个大院子弟及北京青年在恋爱、参军、创业的过程中的际遇。我想看过《血色浪漫》的话，即便我不说剧情，大伙也差不多知道里面要发生啥事儿。所以老车在这儿就不细说里面的剧情了，我们直接来聊聊它这里面几个推动剧情的大 bug。可能大伙也知道，因为70年代的一些原因，很多外国名著都被封存起来了。而作为青年来讲，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有非常强的求知欲。当然，这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当时的娱乐方式很少的缘故。你想想，北京冬天那么冷，除了溜冰查架，也没什么地方可玩的，所以溜进这种封存的书馆里也是很平常的事儿。不过咱们男主生哥这回呢，有点不一样。你想想，这种地方有一个人来，就有2个人来，反正说白了都是大院子弟，谁来谁看也很正常。这天于是正好就赶上了咱们生哥和女主小梅前后脚进了书馆。这不还没等到咱们生哥在里面看多长时间呢，就听见了小梅的声音。当然咱们生哥也知道之前有女生来过，于是就想逗逗女主，结果没想到保卫科和管理人员也听见了这里面的动静，于是就准备开门进来。其实按照常理来讲，不光是大院子弟，以青年人调皮捣蛋的天性，听见这动静那指定就得赶紧从窗户跳出去。你想想，这要是被人抓到，那可是件大事儿，闹不好都得连累家里。更何况男主的老爸本来就是被审查的对象，处事更得如履薄冰。结果咱们生哥呢可倒好，为了不让管理人员抓到女主，直接英雄救美，故意把保卫科的人给引过来了。而且这还不算完，被抓之后他还想了一个相当降智的借口，不信你听啊。我来这儿看书半年多了，你们今儿才发现我呀？这可是工作上的严重漏洞，失职啊！这事儿其实也好办，你们只要不追究，我也不会乱讲。只要我没事儿，您2位也肯定没事儿。好家伙，你这真拿军区的保卫科都当傻子算呢？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说我监管不严，我就监管不严呢。如果我要是这俩管理员，直接就说你撬窗户入室偷违禁书，说白了，现在你人赃并获，你说我监管不严，谁信呢？更何况那时候也没有 DNA 检测，我从地上的鞋印说你是团伙作案，你都得忍着。我都不用说那些，我就说我长期蹲点才把你给抓着，到时候你看到了公安局，警察听谁的？没准人家还得送我锦旗呢。再说了，男主这么做根本就没有动机。你说你听见女生咳嗽就想英雄救美，请问你看着人了吗？人家对面又是个情侣呢，或者人家对面又真是个偷书贼呢？你怎么就那么确定她是平常和你擦肩而过的女主呢？当然，接下来的剧情按照主角光环的角度，那指定就是把咱们生哥给放了。至于为什么编剧这么做也很简单，就是让女主承男主的情，不然后面小梅怎么会把自己文工团的名额让给女二啊？中间她也没理由偷听黑子的谈话给男主报信儿啊。最后更加不会有事没事去照顾生哥的老爸。你想想，就你是小梅，男主要不是对你有恩，这些事儿你会为男主做吗？所以编剧为了给后面的剧情做铺垫，就必须得让男主救女主一回。当然这都是前菜，紧接着男主接下来的反应可以说根本就不像一个大院子弟的反应。这不，咱们生哥之前因为在冰场和人家马人查架，就结识了一个当时的北京老炮天哥。如果南方的朋友要不了解老炮是啥意思的话，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咱们香港的扛把子，或者咱们台湾的绞头似的。当然你要用天津话说呢，也可以叫棱子。这天哥呢后来因为倒卖录音机配件被人家给点了，于是就被纠察队给抓起来判刑了。而咱们生哥听说了这事儿，那反应才叫一个大呢。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你们也敢干？是你们也敢干？我说大哥，你反应至于这么大吗？这家伙就好像听到自己老婆要给嫁似的。可能大伙不知道，70年代这种倒卖其实遍地都是，就像90年代的盗版磁带一样。虽然市面上的确不合法，但这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不举官不究的东西。而且随着后来法律和监管部门的完善，双轨制的取消，这些人挣不到钱，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所以没有男主表情那么不可思议，不然《芳华》里哪儿弄的流行歌曲呀？说白了，看年代剧，咱看的不就是
就是个真实吗？而且那时候还特意给这些人冠上一个名词儿“二道贩子”，在北京也可以叫倒爷。如果想了解二道贩子这点事儿，大伙儿可以去查一下王朔的小说，一点正经没有，那里面比我说的细。所以说，从一个大院子弟的角度看男主的反应，整的就好像头一次听说倒卖这事儿似的，这根本就是扯淡。还有后面男主的人设，真的看得我17集最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算吧，都给我看得起生理反应了。当然我不是说演员啊，而是角色的人设。可以这么说，他的圣母和绿茶真的不亚于我上次吐槽的未知。为啥呢？不信你看啊，从男主入伍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不他发小也就是男二，因为比男主入伍早就当上了排长，而到了男主入伍时，正好就成了男二手下的兵了。不仅如此，咱们生哥呢，在他发小手底下干吧，也挺争气的，可以说所有训练成绩几乎都名列前茅。但他没想到呢，人红是非多，有些战友因为他和排长是发小，就故意说些风凉话，于是咱们生哥就不乐意了，非要和人家理论理论。当然他这种想法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他自己努力了，被人说成走后门肯定不乐意。可紧接着上级打算在新兵连选一个金兵班出来的时候，男主这边就来事儿了。由于这次呢选的是狙击侦察类的精兵，男二就挑了几个项目准备在部队里比试，结果恰巧这些项目男主都是第一。当然你要说男二有私心，就是想让咱们生哥选上，我也不否认。不过即便有一个项目没纳入考核，咱们生哥的成绩其实也一样能被选上。但谁成想咱生哥这边听了别人的风凉话，说他走后门，又开始不得劲儿了，非要让他当排长的发小把没纳入考核的项目给列进来。我再次郑重请求加赛一场5公里负重越野。真的看到这儿，我实在是不知道男主当年在大院是怎么混的，就这智商还带头大哥呢。你让你兄弟把取消的项目列进来，啥意思？咋的心虚了？说白了，到时候你列进来，人家还得说你呢。你看我就说他们取消负重项目心虚吧，我一戳穿他们就把项目恢复了。到时候男主和男二更是里外不是人。当然我也能明白男主是怎么想的，不就是因为别人的风言风语触动了男主的玻璃心吗？这家伙装的比谁都清高，还整个我赢也要赢的光明磊落，不能让别人说闲话。真的就这种德行的人我最痛恨。你说你要真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刚正不阿吧，我都不说啥了。哎，就怕他这种当着外人的面爱惜羽毛，结果背地里是又双标又绿茶的圣母。包括他之前抨击人家齐天倒卖零件也是这副嘴脸。真的，这要我是剧中的叶国华，我高低得怼男主2句。你说你这么爱惜羽毛，又是怕别人说你，又是站在正义高地批判别人，那你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你咋不说呢？啊，人家倒卖零件违法，咋的？你撬窗户看违禁书不违法呀？说白了，你这么正义，你当时面对保卫科的时候，你咋不认罪伏法呢？你咋不做出表率呢？还什么人家质疑你走后门，你这家伙就浑身难受。那我问你，你当时求人家男二他爸向上级打招呼让你入伍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呢？说白了，你让熟人打招呼，难道不是搞特殊走后门吗？那有些人想打还打不上招呼呢。还有你现任准女友去文工团的名额，你都别要啊！人家小梅是看你面子才把名额给了红玲，没有你他认识贺红玲是谁呀？有能耐就让他自己凭实力拿呗。用你的话说，赢也要赢得光明磊落，还什么让考官看你准女友演出？这要按照你的思想，你就应该把这考官撵出去。万一别人又说你闲话怎么整啊？像什么请医院的老教授给红玲他妈看病，按照你的想法，那就应该直接举报啊！你想想，运用人际关系先给你做手术，那正常排队做手术的人怎么办呢？咋的，等死啊？当然从剧情的呈现上来说，我也知道男主是咋想的，那意思不就是只要别人当着我的面说闲话了，触动我的玻璃心了，我就必须得梗着脖子和人家犟到底。但如果要是没人说闲话，没有外人看见，也没有人举报，我就欣然接受走后门带来的好处了。你告诉我这不是绿茶双标，这是啥？当然不光男主人设有问题，这剧情每个角色或多或少都有很多问题，而且还都是在推动剧情的关键情节上出错。不信你看女二贺红玲，也就是男主现任的准女友。为什么我说她是准女友呢？因为这货就没明确表达过要拒绝谁，从他去文工团之前到去文工团之后都是，看似好像红玲更喜欢春生一点，但实际上你看他明确和叶国华划清过界限吗？应该这么说，如果他像拒绝齐天一样明确拒绝叶国华，直接生气急眼，国华也不可能死皮赖脸的入伍也围在他身边啊，更不可能有后面那么多事儿啊。就像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似的，里面的女主该爱谁就爱谁，根本就不会像女主这样欲拒还迎。还有叶国华同样问题也不少，
你要说前面又是找教授看病，又是弄电影票的，都是运用人脉的常规操作，我认可。那你一个入伍的新兵，而且还是在野战部队，怎么可能隔三差五的去看贺红玲呢？还帮人家洗衣服，又是等人家一晚上的，就差争风吃醋在人家文工团里打架了。你告诉我你哪儿来的时间吧？你看人家生哥入伍的时候怎么没有时间去找红玲呢？那都是在新兵训练完之后才去找的红玲。然后你这边可倒好，摇身一变成排长了。最重要的是怎么当的排长，剧情也没说。真的，这角色问题可太大了。当然问题也不仅仅是主演，一些群演和配角也不少。不信咱们先从黑子开始说啊。这黑子呢本来是齐天的小弟，大伙也知道，这不人家齐天开始都放话了，把贺红玲托付给生哥，结果他居然不顾大哥的话，还去找男主算账去，这本来就不合理。我没听过老大都放弃的女孩，小弟还去舔着脸上去掺和这事儿去，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当然总看电视剧的朋友也明白，这其实就是编剧故意弄出来的戏剧冲突，不然你想男主后面怎么挨管插呀？怎么突出男主高大威猛的形象啊？说白了，黑子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个制造冲突的工具人。还有贺红玲家房子着火这块也是，那剧情悬浮的不能再悬浮了。你想想，一群几十年的老街坊看着红玲家屋里冒烟，哎，我就是不救，就是看热闹。真的，就这段剧情，谁要是和我犟，我高低得和他掰扯掰扯。你要说现在的人想法多不救，我可以理解，但那个年代谁家着火没有不上去帮忙的？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你想想几十年的街坊，你就算盖房子，邻居能帮都得帮你一把，更别说着火了。当然编剧弄这么悬浮的剧情，我也能明白编剧是啥意思。老街坊看戏其实就是编剧想赶紧推进剧情。你想想贺红玲为什么最后坚定的去文工团呢？应该说除了男主的支持以外，就是他家里的这场火。这场火不仅凸显了男主的可靠，因为就男主进火场救人了，而且还坚定了女二去文工团的决心。你想想贺红玲想起母亲的病，再想想自己的家，可以说去文工团是他唯一翻身的机会。所以这些老街坊也算是个工具人了，不然刚着火就有人扑灭，红玲他妈也不会犯病啊。还有后面男主和警方合作办案的时候也是，那剧情假的不能再假了。这不男主见义勇为，失手把黑帮的小头目给杀了，结果这个小头目呢还有个大哥，于是他大哥居然公开放话，要让男主不能活着走出昆明。你就说这剧情有多蠢吧。你说你给你弟弟报仇，然后还公开放话，咋的？生怕警察不知道保护男主啊？而且最招笑的还不是这些，这不黑帮的头目在市区没法下手，于是就打算等公交车开走之后再拦男主的车。结果没想到咱们男主呢看出车内有奸细了，于是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让警察先下车，自己当诱饵，故意被黑帮抓住。真的，这剧情你还能再蠢点吗？这么说吧，这是黑帮没开枪，如果黑帮在把公交车逼停之后直接开枪，你是不是就领盒饭了？说白了，用说烂剧的惯用话术来说这剧，这不就是反派死于话多吗？你想想，你自己的亲弟弟都被男主杀了，你不赶紧报完仇，从云南出境跑路，还能让他们一个一个搁这儿下车？这不有病吗？当然，编剧这么编，大伙儿也能理解，不就是说这歹徒也是工具人吗？要不然咱们生哥怎么立功啊？真的，这剧情咱不能说一无是处，我只能说和年代剧毫无关系。无论从人设、情节还是剧情，没有一个拍的是真实的。剧组从头到尾其实还是在用拍言情剧的方式在拍年代剧，拿血色浪漫的故事结构拍情深深雨蒙蒙的剧情表达。真的，我说的是低级雄竞都不为过。你别看这里面车是用的老车，房是用的老房，装是用的旧装，就好像是那个年代的剧了。我就这么说吧，其实一开始台词就宣判了这部剧与那个年代割裂的本质。看看血色浪漫的台词，虽然说脏话不少，但你能感受到那时顽主和叛逆少年的真实。尤其是这种年代大剧，台词生活化的表达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包括当年的闯关东的台词也一样，就是不缺生活化的台词。你别管是骂人还是损人，而像这剧这样一本正经的样板台词，生硬的往里面加北京话，其实只是做到了形似那个年代，并没有做到神似。行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录的时间也够长了，大伙看完之后呢，可以没事品品我之前说的话，这年代剧可不是说谁想拍就能拍的。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